1815年6月18日，比利时滑铁卢平原上硝烟弥漫。拿破仑·波拿巴，这位曾经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法兰西皇帝，正面临着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战。此时的他已经47岁，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仅仅100天，整个欧洲的反法联盟都在等待着彻底击败这位科西嘉怪物。战场上，拿破仑依然保持着那种令人敬畏的冷静。面对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元帅的联军，他没有丝毫的慌乱或情绪化的表现。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当老禁卫军发起最后冲锋被击退时，拿破仑仍然在思考如何重新组织防线，如何为法军争取最后的机会。这就是一个目的性极强的人在面临人生最大挫折时的表现，不是被情绪淹没，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败局已定，拿破仑也没有选择自怜自艾，而是迅速做出了流亡的决定，为自己和追随者争取最后的生存空间。拿破仑的一生，无论是崛起还是陨落，都展现出了一个共同特质：极强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不是简单的野心或贪欲，而是一种面对任何困境都能保持清醒头脑，迅速找到解决方案的能力。在现代社会，我们或许不需要征服欧洲，但我们同样需要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品质来应对职场的挑战、人际关系的复杂，以及人生路上的各种不确定性。那些真正能够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的人，往往都具备着与拿破仑相似的特质。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如何去争取。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被情绪和外界的干扰所左右。所谓的目的性极强，其实也分成4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情绪的主人，而非奴隶。真正目的性强的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很少被情绪主导。他们明白情绪本质上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是进化过程中留下的古老程序，在现代社会的复杂环境中，往往会成为阻碍而非助力。我想起硅谷的一位传奇投资人彼得·蒂尔，他在《从零到一》中提到过一个观点：最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够在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理性思考。蒂尔本人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当 PayPal 面临被eBay收购的关键时刻，团队内部争议激烈，有人情绪激动地反对，有人焦虑不安地观望。只有蒂尔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分析态度，最终促成了这笔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交易。这种情绪控制能力在职场中尤为重要。我曾经见过一位做投资的朋友，他告诉我一个细节：每当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查看账户损益，而是先做10分钟的深呼吸，然后再开始分析数据，情绪化的决策。在投资领域就是送钱。他说，目的性强的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不被情绪绑架。第2层境界，直面问题，反手一击。目的性强的人还有一个显著特征，他们从不逃避问题，而是习惯性地寻找解决方案。这种思维模式的养成，往往来自于他们早期就接受了强者教育，相信个人能力，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现状。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就是这样的典型。1999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亚马逊股价从每股113美元跌到只有6美元，公司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媒体开始质疑亚马逊的商业模式，投资者纷纷撤资，员工士气低落。但贝佐斯没有被这些外界的声音所影响，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长期战略，继续投资于物流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我们不是在为股价工作，我们是在为客户工作。贝佐斯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没有因为外界的压力而改变公司的发展方向，而是更加专注于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正是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坚持，让亚马逊最终成为了今天的商业帝国。第三层境界，高效社交，删繁就简。目的性强的人在社交方面也有着独特的智慧，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效的社交上，而是会选择那些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关系。我记得读过一个关于巴菲特的故事。有一次，一位年轻的投资者想邀约巴菲特吃饭，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投资建议。巴菲特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觉得我们的对话能够为彼此创造什么价值？这个问题让那位年轻人愣住了，因为他确实没有想过自己能为巴菲特提供什么。巴菲特并不是在拒绝帮助别人，而是在用这种方式筛选真正有价值的社交。后来，那位年轻人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了一个巴菲特感兴趣的行业，准备了详细的分析报告。再次提出见面请求时，巴菲特欣然同意了，并且这次对话确实让双方都受益匪浅。这就是目的性强的人的社交智慧，他们不是冷漠或功利，而是珍惜时间，希望每一次交流都能产生真正的价值。第四层境界，在事上磨，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在事上磨，意思是要在实际的事物中锻炼自己的心性和能力。这个理念与现代目的性强者的行为模式高度吻合，他们不满足于纸上谈兵，而是要在实践中验证和完善自己的想法。特斯拉的马斯克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当他决定进入电动汽车领域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项目。传统汽车制造商有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技术积累，而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也并不明确。但马斯克没有被这些常识所束缚，他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亲自参与到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从电池技术到车身设计，从生产流程到销售模式，马斯克都要亲自过问。他经常在工厂里待到深夜，与工程师们一起解决技术难题。这种在事上磨的态度，让特斯拉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传统汽车制造商几十年才能达到的技术突破。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其性格的塑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那些目的性极强的人，往往都有过与其他强者共事的经历。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竞争中保持冷静，如何在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决策。我想起一位朋友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知名的咨询公司，团队里都是来自顶尖大学的精英。刚开始的时候，他经常因为自己的表现不够出色而感到焦虑和自卑。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待了2年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前遇到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抱怨或者逃避，他告诉我，但是在那个团队里，每个人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都是分析原因，寻找解决方案。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这就是环境的力量。当你身边都是目的性极强的人时，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的行为模式所影响。
逐渐养成强者的思维习惯。王阳明说过，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就很容易在各种诱惑和困难面前迷失方向。而那些目的性极强的人，往往都有着非常清晰的人生志向。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在27岁创立京瓷公司时，就立下了一个明确的志向，要让公司成为世界一流的陶瓷制造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并且始终坚持不懈地执行。在京瓷发展的过程中，稻盛和夫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有时候是技术难题，有时候是市场竞争，有时候是资金短缺。但是，因为有着明确的目标，他总能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目标就像是黑夜中的灯塔，稻盛和夫曾经这样比喻，有了它，你就不会在迷雾中迷失方向。真正的强者往往都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那些一帆风顺的人，虽然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往往缺乏面对真正困难时的韧性和智慧。乔布斯的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5年，他被自己创立的苹果公司董事会赶出了公司，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乔布斯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他把这次挫折看作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离开苹果的12年里，乔布斯创立了 Next 公司，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他对技术、对市场、对管理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1997年苹果面临破产危机时，乔布斯重新回到了公司。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年轻气盛的创业者，而是一个经历过挫折、具备了丰富经验的成熟领导者。正是这种在逆境中锻造出来的智慧和韧性，让他带领苹果创造了 iPhone、iPad 等革命性的产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强者心态呢？从改变思维模式开始，培养目的性强的品质。首先要从改变思维模式开始。当遇到问题时，不要问为什么是我，而要问我该怎么解决。不要抱怨环境的不公，而要思考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优势。我认识一位做销售的朋友，他刚入行时业绩一直不理想，经常抱怨客户难搞，产品不好卖，竞争太激烈。后来，他的一位前辈告诉他，成功的销售员从来不抱怨这些外在因素，他们只关注一件事：如何让客户相信我的产品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句话让他醍醐灌顶。从那以后，他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是专注于研究客户的需求，改进自己的销售技巧。短短1年时间，他就从团队的末尾跃升为销售冠军。然后，主动寻找挑战。强者心态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中锻炼出来的。因此，我们要主动寻找那些能够让自己成长的机会，即使这些机会可能会带来短期的不适。比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沟通能力不够强，就主动申请参加需要大量沟通的项目。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抗压能力不够，就主动承担一些有挑战性的任务。每一次成功应对挑战的经历，都会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再次，去建立高质量的社交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依然适用。如果你想培养强者心态，就要主动接近那些目的性强、有成就的人，从他们身上学习优秀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攀附权贵或者功利性的社交。真正有价值的社交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基础上的。你可以通过参加行业会议、加入专业组织、参与志愿活动等方式，结识那些与你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优秀人士。从拿破仑的滑铁卢到现代职场的竞争，从王阳明的心学智慧到硅谷精英的成功法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真正的强者都是目的性极强的人。他们不会被情绪所左右，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如何去争取。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勇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培养这样的品质，不是为了征服世界，而是为了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从容。当你感到迷茫时，想想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场上的冷静；当你遇到挫折时，想想那些在逆境中崛起的商业领袖；当你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时，想想王阳明的那句话：励志不在早晚，但人一定要励志。记住，强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塑造出来的。每一次选择面对，而不是逃避；每一次选择行动，而不是抱怨；每一次选择成长，而不是安逸，都是在为自己的强者之路添砖加瓦。人生苦短，切勿恋战，但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目的性极强的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因为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被环境所塑造的，而是能够塑造环境的人。愿你我都能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保持那份难得的清醒和坚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者。